在中国的民族划分中，一直被广泛提及的是56个民族，这一数字早已成为常识，但在西藏东南部的山谷里却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既不是汉族，也不属于这56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他们被称为腾人。在身份证的民族一栏里，他们往往被统一标注为其他，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或历史，而是因为人口数量过少，研究资料有限，至今没有被正式纳入民族识别体系。腾人的人口规模非常小，甚至只能称为一个部落或一个村落，在中国境内大约只有1000多人，分布在西藏察隅县一带，这里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的交汇区域，山高谷深，森林密布。由于受到印度洋季风影响，这片区域气候湿润，被称为西藏江南。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文字。在几十年前，他们还生活在深山之中，依靠狩猎、采集和简单耕种维持生存。相比这些背景，更容易引起外界注意的是腾人社会中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习俗，比如在他们的传统观念中，女性在一定年龄之后不能随意吃肉，婚姻往往需要用牛作为交换，一头牛可以决定一个家庭的建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个男人可以娶多个妻子。随着交通改善和政策介入，腾人的生活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从深山迁出，建立村落，接触教育，这些改变正在逐渐重塑他们的社会结构。但很多传统观念并没有在短时间内消失，而是与新的生活方式并存。本期我们将带你走进西藏这片不一样的地方，看看腾人部落不同的生活，以及是什么样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们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从地图上看，察隅并不算特别偏远，但真正进入当地，难度远高于想象。山地起伏剧烈，河谷狭窄，道路沿着山体蜿蜒延伸。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公路，人与外界的联系主要依靠徒步。交通的不便使这里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外来人口难以进入，当地居民也很少走出去，这就让腾人部落与现代社会少有接洽。腾人最早的生活区域并不在今天的村落，而是在更深的山林之中。他们沿着山谷和河流活动，寻找可以生存的空间。哪里有水源，有猎物，有可食用的植物，就在哪里停留一段时间。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对环境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森林不仅提供食物，也提供建造住所的材料。河流不仅是水源，也决定了活动路径。相比固定耕种，他们更习惯根据环境变化调整位置。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形成大规模聚落。腾人过去的居住点往往分散，规模不大，彼此之间保持一定距离。这种分布方式可以减少资源竞争，也有利于在资源减少时迅速转移。地理环境同样影响了他们的生产方式。由于土地坡度大，耕作条件有限，传统农业难以展开，因此他们采用的是刀耕火种的方式，在局部开辟小块土地种植玉米等作物，产量不高，但可以作为基础补充。剩余的食物则依赖狩猎和采集完成。山林中的动物、野果和植物构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来源。可以说，腾人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落后状态，而是对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在食物来源上，腾人依靠的是狩猎与简单种植的结合。山林中的野猪、鹿类以及小型动物是主要的肉类来源，野果、块茎和可食植物则作为日常补充。为了获得更稳定的粮食，他们会选择一片山坡，砍伐植被后进行焚烧，在灰烬中播种玉米。这种方式被称为刀耕火种。由于土地肥力有限，一块地只能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就需要转移到新的区域。这也意味着他们很难像农耕民族那样长期定居在同一个地方。在生产工具上，腾人使用的多为简单器具，木棍用于挖掘和播种，弓箭用于狩猎，长刀既是工具也是防身手段。工具数量不多，但基本能够满足日常需求。
他们没有文字，也没有系统的计时方式，时间更多依赖自然变化来判断，比如日出日落、月亮的盈亏以及季节的更替。这种生活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1959年前后，随着边境地区管理加强，藤人开始逐步从深山迁出，进入相对集中的区域定居。政府为他们建设房屋，引导他们尝试更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例如种植水稻和蔬菜。定居带来的变化是直接的，首先是居住条件的改善，从临时搭建的简易住所转变为相对固定的房屋。其次是食物来源的变化，农业比重增加，对狩猎的依赖有所下降。与此同时，教育和医疗也开始进入藤人的生活，一些年轻人开始接受基础教育，逐渐接触外界信息。但这种转变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过去形成的生活习惯和观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日常行为。即使定居之后，狩猎和采集依然存在，传统经验仍然被保留。可以说，藤人并不是完全从原始走向现代，而是在两个体系之间逐步过渡。这种过渡也让他们的生活呈现出一种混合状态，一方面开始使用现代工具和设施，另一方面仍然延续着过去的习惯。在过去，藤人的衣物非常简单，主要以兽皮为主。狩猎获得的动物皮毛经过简单处理后，用来遮体御寒，没有复杂的裁剪和缝制。如今，随着与外界接触增加，现代衣物已经逐渐进入他们的生活。T 恤、外套、鞋子开始普及，但在一些年长者身上，仍然可以看到过去的穿着方式。不同年代的痕迹在同一个群体中同时存在。藤人的主食过去并不稳定，玉米是最常见的粮食来源，但产量有限，因此很多时候需要依赖狩猎来补充。野猪、鸟类、小型动物都是重要的肉类来源。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食物是将鸡肉与谷物混合煮之后直接用手抓食。定居之后，食物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水稻种植逐渐增加，粮食供应更加稳定。但狩猎并没有完全消失，仍然是生活的一部分。住房方面，变化同样明显。过去的住所多为临时搭建，用木材和树叶构成，结构简单，便于拆卸和迁移。室内通常围绕火塘生活，既用于取暖，也用于烹饪。没有床铺，人们直接在地面或简易铺垫上休息。现在的藤人村落多为固定木屋或改良后的建筑结构。有些房屋已经具备基本的分区功能，但火塘仍然是生活中心之一。在日常习惯上，也可以看到一些延续。抽烟和饮酒在藤人群体中较为普遍。整体来看，藤人的生活并没有完全被现代化替代，而是在逐渐叠加新的元素。旧的方式没有完全消失，新的方式也尚未彻底稳定。这种混合状态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也深刻影响着他们的社会规则，尤其是在一些涉及性别和家庭的观念上，这种差异更加明显。比如，在饮食上看似简单的一条规定，女性不能吃肉，背后所反映的其实是一整套关于资源和权力的分配方式。在藤人的传统习俗中，有一条常常被外界提及的规定，女性在一定年龄之后不能随意食用肉类。这是在日常生活中被严格执行的铁律。一般来说，当女孩成长到8、9岁左右，就会逐渐被要求减少甚至停止食用常见肉类，比如牛肉、猪肉和鸡肉。但不能吃肉并不是完全禁止所有动物性食物。一些体型较小、获取相对容易的食物，比如鱼类、老鼠或鸟类，通常不在严格限制之内。在藤人的生活环境中，肉类并不是随时都能获得的资源，大型动物需要通过狩猎获取，投入时间和风险较高，因此数量有限。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分配肉类成为一个实际问题。从分配结果来看，肉类往往优先提供给男性，尤其是承担狩猎任务的人，因为狩猎本身需要体力，也被视为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之一。这种分配方式
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固化为规则。对女性来说，这种限制意味着她们在营养获取上处于相对劣势。这种习俗还伴随着明显的社会评价，一旦女性被发现违反禁忌，食用被禁止的肉类，可能会受到舆论压力，被视为不符合规范。有一个特殊的转折点是生育。当女性完成生育，并且抚养多个孩子之后，在部分情况下可以重新获得食用某些肉类的资格。这种变化与他们在家庭中的角色转变有关，从被照顾者转变为主要的劳动与抚育承担者。随着生活条件改善，这种规则正在逐渐松动。定居、农业发展以及外界食物的进入，使肉类不再完全依赖狩猎获取。一些年轻人开始改变饮食习惯，对传统禁忌的遵守程度也有所下降。但在不少家庭中，这条规则仍然存在，至少在观念层面，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唐人的社会中，如果要找一种最直接的财富衡量方式，不是土地，也不是现金，而是牛，尤其是一种体型较大的牛，在当地被视为最重要的财产。对很多家庭来说，牛不仅是生产资源，更是一种可以储存价值的资产。它可以被交换、被赠予，也可以在关键时刻转化为婚姻关系。这种关系最集中地体现在彩礼制度上。在唐人的婚姻中，男方想要娶妻，必须向女方家庭提供彩礼，而彩礼的核心就是牛。数量多少取决于家庭条件和双方协商，一般从1、2头到10几头不等。对女方家庭来说，女儿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家庭资源的流动。通过婚姻获得的牛可以继续用于其他用途，比如在为家中男性成员换取妻子，或者作为财富储备保留下来。因此，在这个体系中，婚姻不仅是2个人之间的关系，更是2个家庭之间的资源交换。牛的数量也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在一些村落中，家门口摆放的牛头骨往往被用来展示财富。牛越多，意味着这个家庭越有能力承担婚姻成本，也更容易在群体中获得认可。这种结构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婚姻机会的不均衡。拥有较多牛的家庭可以更容易为子女安排婚姻，甚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形成一夫多妻的家庭结构，而资源较少的家庭则可能面临娶妻困难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婚姻不再只是个人选择，而是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明显影响。随着外界经济的进入，这种体系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地区开始出现货币彩礼，牛的作用有所减弱，但在不少地方，牛仍然保留着象征意义，甚至与现金同时存在。可以说，在唐人的社会结构中，牛不仅决定婚姻，也间接影响家庭结构和性别关系。而当财富可以转化为婚姻资源时，一种更复杂的家庭形式也随之出现，那就是一夫多妻。在唐人的传统社会中，婚姻并不完全建立在情感之上，而更多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当牛可以用来交换婚姻时，拥有更多资源的人也就拥有更多的婚姻选择。在这种条件下，一夫多妻的现象逐渐形成。从形式上看，一个经济条件较好的男性可以通过多次支付彩礼娶多个妻子。这种情况在过去并不罕见，尤其是在牛数量较多的家庭中更容易实现。一夫多妻并不是一种象征性的身份，而是一种具体的家庭结构。不同妻子通常分别居住在不同的房间，甚至在不同的住所中，各自负责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所以和旧社会家里分妻妾不同，他们各自为政，每个人都是大老婆。在这样的家庭中，女性的主要角色仍然是劳动与生育，她们负责种植、采集、做饭以及照顾孩子，同时也要参与家庭的日常生产活动。家庭规模越大，劳动力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整体的生存能力。对男性来说，一夫多妻不仅意味着家庭成员的增加，也意味着责任的扩大，需要为多个家庭成员提供基本资源，
同时在不同家庭之间分配时间和精力。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分配往往比较直接，男性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在哪个妻子的住所停留，这种安排并没有固定规则，而是由个人决定。对女性而言，这种结构意味着婚姻中的主动权相对有限，她们更多是作为家庭资源的一部分，被纳入交换体系之中。婚姻一旦建立，个人选择空间相对较小，这种情况在近几十年中已经发生变化。随着定居生活的推进，教育的普及以及外界法律观念的进入，一夫多妻现象正在逐渐减少。在一些地区，这种婚姻形式已经不再被鼓励，甚至逐步消失。与大多数已经形成文字系统的民族不同，唐人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没有书写工具，也没有成体系的记录方式。这意味着他们的历史、规则和经验无法以书面的形式保存下来，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记录。在日常生活中，唐人发展出了一种相对简单但实用的方法——结绳记事。通过在绳子上打结，用不同的结数、位置或组合来表示数量或某些简单信息。这种方式虽然无法表达复杂内容，但在记录交易数量、约定事项时已经足够实用。除了结绳，还有用木棍或草杆进行计数的做法，例如在分配食物或统计物品时，用一根根小棍子来对应数量。这些方式本质上都是对数字的一种替代。在时间的认知上，唐人并不依赖具体的日期或年份，他们更多是通过自然变化来判断时间，比如月亮的圆缺、雨季与旱季的交替，以及动植物的变化。这种对时间判断并不准确，但对日常生活来说已经足够。当外界社会进入，新的信息开始增加，单靠口述和简单记事很难承载更复杂的内容。教育体系的引入让一部分年轻人开始接触文字，也逐渐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方式。这意味着唐人正在经历的不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包括认知方式的转变。当文字开始进入一个原本依赖记忆的社会时，很多过去靠经验维持的规则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在他们逐渐走向现代生活的过程中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如今交通条件的改善也让唐人与外界的联系明显增加，道路逐渐通达，摩托车甚至小型车辆开始进入村落。过去需要数天徒步的距离，如今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完成。农业开始占据更重要的位置，除了玉米，一些地区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和蔬菜，粮食来源更加稳定，对狩猎的依赖有所下降。虽然这一活动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食物来源。过去依靠临时搭建的简易住所，如今被相对固定的村落所取代。木结构房屋逐渐规范，有的甚至经过改造，具备更好的防雨和保暖功能。房屋也不再需要随时拆迁。在部分地区，唐人村落被纳入旅游线路，外来游客进入村落参观，当地居民通过接待、展示传统生活方式获得收入。这种变化为家庭提供了新的经济来源，也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更大的经济体系中。但变化并不是单向的，在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一些传统习俗正在逐渐弱化，一夫多妻的现象明显减少，婚姻形式趋向简单，以牛为唯一彩礼的做法也开始被货币替代或补充。像女性不能吃肉这样的规则，在年轻一代中执行的不再严格，有些家庭已经放松限制，饮食结构逐渐接近外界，但这种转变也伴随着不确定性。当传统规则逐渐弱化，而新的规则尚未完全建立时，一些问题会显现出来。比如，原有的社会约束力减弱，但新的制度还没有完全融入，旧的生活方式不再适用，而新的能力仍在学习之中。这种过渡状态往往是最复杂的阶段。唐人并不是一个即将消失的群体，而是正在经历转型的群体。他们的生活正在被重新塑造，比起单纯的关注习俗，倒不如记录他们曾经如何生活和他们正在如何改变。
长视频制作不易，欢迎关注、点赞、转发，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